西安，一个融合了千年历史与现代活力的魅力之城。说到西安，你是不是只知道兵马俑？其实，这座古都的精彩远不止如此。作为13朝古都，西安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丰富的文化和现代的活力。在这里，古老的城墙和钟鼓楼见证了历史的变迁，现代的街区和博物馆展现了城市的繁荣。无论是漫步在古街小巷，感受历史的气息，还是品尝地道的陕西美食，体验独特的地方风情，西安都能带给你无与伦比的享受。准备好了吗？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西安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1. 西安城墙。西安城墙，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的城垣建筑。西安城墙的宏伟壮丽，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的防御工程智慧，更是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西安城墙分为广义和狭义2种。广义的西安城墙包括西安唐城墙和西安明城墙，但一般我们所说的西安城墙，特指狭义上的西安明城墙。西安明城墙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区，墙高12米，顶宽12到14米，底宽15到18米，整个城墙呈封闭的长方形，周长达13.74千米。城墙内的区域被称为古城区，面积11.32平方千米。著名的西安钟鼓楼就位于古城区的中心，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西安城墙的主城门有4座：长乐门、东门、永宁门、南门、安定门、西门、安远门、北门。这4座城门是古城墙的原有城门，从明代一直保留至今。为了方便出入古城区，自民国开始新辟了多座城门。如今西安城墙已有城门18座。从永宁门开始，顺时针依次为永宁门、朱雀门、乌木门、寒光门、安定门、玉香门、上武门、安远门、尚德门、解放门、上简门、上秦门、朝阳门、中山门、长乐门、建国门、和平门和文昌门。这18座城门的形成时间和规格各不相同，记录着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西安城墙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事，更是西安历史的重要见证。1961年3月4日，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名单中唯一的古代城垣建筑。这一举措不仅保护了这座古老的城墙，也使得它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游客争相前来的旅游胜地。2018年，西安城墙还入围了神奇西北100景榜单，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独特魅力和重要地位。永宁门、安远门、长乐门、安定门4座原有城门，当时都是为了军事防御需要而修建的单门洞，且都建有3道城墙，2道城墙之间形成了瓮城。除了永宁门外，其余3门现都只剩下2道城墙。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军事防御功能的逐渐弱化，为了交通的便利，人们在原有的4座城门两边新建了门洞。其余14座新开的城门，有的是在战火打开的城墙豁口上重建的，有的是在唐皇城城门遗址旁新建的，有的是为了纪念伟大人物而新建的。如今，西安城墙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城防体系和建筑艺术的绝佳去处，更是现代人们休闲、娱乐和文化活动的好地方。无论是骑行在城墙之上，感受古城的风光，还是参加城墙上的各种文化活动，西安城墙都能带给人们一种穿越时空的独特体验。朋友们，当你来到西安，不妨在这古老的城墙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千年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体验一下现代城市的活力与魅力。西安城墙等待您的到来，用它的历史和故事迎接每一位到访的游客。2. 永兴坊。永兴坊，
这里不仅是西安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古城里一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地方。永兴坊位于西安城墙东侧中山门内，原为唐代丞相魏征的府邸旧址。2007年，西安市实施皇城复兴计划，对其进行了复原性建设，最终建成了全国首个以非遗美食文化为主题的街区，为古城再添了一处独特的方式精品项目。永兴坊占地15亩，东西长130米，南北宽88米。这里的建筑群以仿古方4风格为主，包括牌楼、休闲绿化广场、内街、景房等，完美再现了古长安城的街坊式形态和历史生活气息。步入永兴坊，您会发现这里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传统民俗生活氛围，展示了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的建筑风格内敛外聚，动静分离，与古城墙的历史景观系统高度和谐。不仅如此，永兴坊还将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的城市人文精神作为核心，将古老的里坊文化与现代生活完美结合。永兴坊自2014年12月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超过5000万游客。作为国家3级旅游景区、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聚集区和陕西特色美食商业街区，永兴坊被全国网友票选为全国10大特色美食街区。这里的摔碗酒项目更是红遍了抖音，播放量达到了7.5亿次，让永兴坊成为了西安旅游的新坐标和网红打卡地。在永兴坊，您可以充分体验到陕西的非遗美食文化，从地道的肉夹馍、凉皮到独具特色的摔碗酒，这里每一道美食都散发着浓郁的陕西风味。游客们不仅可以品尝美食，还可以观看到制作过程，了解每一道美食背后的故事和历史。这里不仅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体验的绝佳场所。漫步在永兴坊，仿佛穿越回了1000年之前的古长安，感受内饰的繁华与热闹。这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个细节，都讲述着一段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方向与现代的文化活动在这里交织，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除了美食和历史，永兴坊的夜晚也是一大亮点。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街道显得格外迷人，各种民俗表演、音乐会、灯光秀轮番上演，为这座古老的街区注入了现代的活力和时尚气息。无论是和家人朋友一起，还是独自一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放松方式。朋友们，当您来到西安，一定不要错过永兴坊。这不仅是一个品尝美食的好地方，更是一个了解陕西文化、体验古城风情的绝佳去处。无论是白天的热闹非凡，还是夜晚的璀璨夺目，永兴坊都能带给您独特而难忘的体验。欢迎来到永兴坊，体验1000年古城的魅力，品味陕西的独特风情。3大唐不夜城。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这里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的大雁塔脚下，是一条充满盛唐风情的步行街。大唐不夜城始建于2002年8月，北起大雁塔北广场，南至开元广场，东起慈恩东路，西至慈恩西路，街区南北长2100米，东西宽500米，总建筑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盛唐文化为背景的大型仿唐建筑群步行街，这里已经成为西安的地标性景区。走进大唐不夜城，您会发现这里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唐风文化气息。街区内有大雁塔北广场、玄奘广场、贞观广场和创领新时代广场4大广场，还有西安音乐厅、陕西大剧院、西安美术馆和曲江太平洋电影城4大文化场馆。每一个广场和场馆都充满了盛唐的元素，让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繁荣的时代。在大唐不夜城，您可以欣赏到大唐佛文化、大唐群英谱、贞观之治、武后行从和开元盛世5大文化雕塑。这些雕塑不仅展示了唐代的辉煌历史，还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这里是西安唐文化展示和体验的首选之地，不论您是历史爱好者还是文化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2019年4月29日，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被列为全国首批11条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之一。2020年7月，又入选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名单。这不仅彰显了大唐不夜城的重要地位，也证明了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唐不夜城南北长2100米，东西宽500米，除了4大广场和4大文化场馆，这里还有亚洲规模最大的雕塑景观街区。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这里的景色都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在夜晚，当街区的灯光亮起，整个大唐不夜城就像一幅活生生的画卷，展现出千年古渡的历史文脉和文化轴线，凸显西安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意象。此外，大唐不夜城还是全国首个刷脸支付街区，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购物和消费体验。无论是购物、餐饮还是娱乐，这里都能满足您的各种需求。街区内的商铺琳琅满目，既有传统的手工艺品，也有现代的时尚商品，让人流连忘返。朋友们，当您来到西安，一定不要错过大唐不夜城。这不仅是一个购物和娱乐的好地方，更是一个感受盛唐文化、体验历史魅力的绝佳去处。无论您是和家人朋友一起来，还是独自一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惊喜。欢迎来到大唐不夜城，体验西安的独特风情，感受盛唐的辉煌与魅力。4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这里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地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陵镇，成立于1975年11月，原为秦始皇兵马俑筹建处，并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骊山北路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遗址上，距离西安市区大约37.5公里，与骊山园共同组成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截至2020年1月，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已接待了来自海内外的观众超过8000万人次。这里的地下大军已经接待了近5000万人次的游客，包括187批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506批副总统、副总理和议长，852批部长及客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已经成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的桥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目前包括了1号、2号和3号坑，以及文物陈列厅，总面积已经扩展到46.1公顷，馆藏文物超过5万件每套。其中1号坑是最大的，埋藏了约6000件陶俑和陶马，同时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2号坑的内容更为丰富，埋藏了1300余件陶俑和陶马，兵种齐全。3号坑规模较小，内有72件陶俑和陶马。文物陈列厅内展出了1号和2号铜车马，这些展品展示了秦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军事能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自成立以来获得了众多荣誉，它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并荣获了全国5一劳动奖状。此外，博物馆也是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首批国家1级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陵园中的一处大型从葬坑，陵园总面积达218万平方米。博物馆在兵马俑坑原址上建立，是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兵马俑坑发现于1974年至1976年，并于1979年向国内外公开开放。兵马俑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走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您将被这支庞大的地下军团所震撼。每一个陶俑都栩栩如生，高度写实，仿佛还能看到2000多年前的秦军风采。这些陶俑
不仅展示了秦代的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水平。博物馆内的陈列厅展示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让您对秦代的生活、文化和技术有更深入的了解。亲身体验这座壮丽的博物馆，您会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力量。在这里，每一块砖瓦，每一件文物，都在讲述着那个遥远时代的辉煌与荣耀。当您站在这些沉默的战士面前，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秦王扫陆河的时代。朋友们，当您来到西安，一定要亲自来感受一下这座世界奇迹的震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宝库。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等待您的探索与发现。欢迎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感受这份穿越千年的震撼与感动。5. 陕西西安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大唐芙蓉园，一个让您仿佛穿越回盛唐时期的皇家园林。大唐芙蓉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的大雁塔东南侧，占地面积达到1000亩，其中有300亩是水域。这里是在原唐代芙蓉园遗址以北，按照唐代皇家园林的风格重新建造的，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于2002年开工建设，2004年落成，并于2005年4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大唐芙蓉园，您会发现这里仿佛是一个盛唐的缩影。园内建有紫云楼、仕女馆、御宴宫、杏园、芳林院、凤鸣9天剧院、唐氏等众多仿古建筑，每一个建筑都精致典雅，充分展示了唐代的繁荣与辉煌。2011年，大唐芙蓉园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对其文化价值和旅游品质的高度认可。2018年，大唐芙蓉园还入围了神奇西北100景榜单，成为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之一。大唐芙蓉园不仅是一个皇家园林，更是一个文化宝库。这里的每一座建筑，每一处景观，都在向您讲述着唐代的故事。紫云楼高耸入云，是全园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的美景。仕女馆里陈列着唐代仕女的塑像和服饰，让您感受到唐代女性的优雅与美丽。御宴宫则是模仿唐代皇宫的宴会厅，您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唐代宫廷的豪华与气派。在大唐芙蓉园，不仅有美丽的建筑，还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凤鸣9天剧院每天上演精彩的唐代舞剧，让您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唐代艺术的魅力。唐市则是一个仿唐集市，您可以在这里购买到各种手工艺品和特色小吃，感受唐代市井生活的热闹与繁华。大唐芙蓉园的夜景更是令人陶醉。夜幕降临，整个园区灯火辉煌，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湖面上的倒影与灯光交相辉映，让您不禁沉醉其中。无论是情侣漫步，还是全家游玩，夜晚的大唐芙蓉园都能带给您难忘的记忆。总之，大唐芙蓉园是一个将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的地方。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景色，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体验到不一样的唐代风景。不论您是历史爱好者，还是文化探险者，大唐芙蓉园都会给您带来一段难忘的旅程。朋友们，当您来到西安，一定不要错过大唐芙蓉园。这不仅是一个观光的好地方，更是一个了解和体验盛唐文化的绝佳去处。欢迎来到大唐芙蓉园，穿越千年，感受盛唐的辉煌与魅力。6. 甘泉雨刹大峡谷。欢迎来到甘泉大峡谷，这里被誉为世界火丹峡、中国梦之谷，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下四湾镇的雨刹沟。甘泉大峡谷是一个红砂岩地质奇观，经过千百万年的风沙切割和流水溶蚀冲刷而成。这个大峡谷在陕北黄土高原上，
以大体量呈群落分布，在国内实属罕见，因此被称为黄土高原自然的凤栖观。甘泉大峡谷由大小120条峡谷组成，水、阳光、青苔相互交织，光影变幻，色彩斑斓。每一条峡谷都像是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由于红砂岩在不同季节的含水量不同，对光的吸收和折射率也不一样，所以甘泉大峡谷一年四季都会展示出不同的色彩。特别是动态的色彩和细腻的微景观，将甘泉大峡谷的生命气息展现在游客面前，具有极高的地质研究和旅游开发价值。提到峡谷，很多人会想到美国的羚羊谷、波浪谷等，而提到陕西，大家会想到黄土高原和革命圣地。但在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的雨岔村，有一处地球最美伤疤的甘泉雨岔大峡谷，比美国的峡谷更胜一筹，因其神奇的地质地貌而被誉为中国的羚羊峡谷。这个壮丽的峡谷是在陕北发生过强烈地震，使得一座黄土大山分开了一条大裂缝，经过千百万年的风沙切割和流水溶蚀冲刷而形成的。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大峡谷以群落分布，国内罕见，称得上是黄土高原自然的凤栖观。它由120条大小不一的峡谷组成，水、阳光、青苔相互交织，光影变幻，色彩斑斓。每一条峡谷都像是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来到这里会让你意犹未尽，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红砂岩在不同季节含水量不同，对光的吸收和折射率也不一样，因此一年四季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里的动态色彩和细腻的微景观充满了生命气息，被誉为世界火丹峡、中国梦之谷。不用去美国，就能看到与羚羊谷相媲美的壮丽景观。峡谷中的曲线绮丽曼妙，可谓一步一景，峡壁凹凸有致，青苔与光影结合，阳光通过裂缝直射在石头上，变换出不同的色彩。无论上下左右看，景色总是不同，惊喜不断，让你仿佛进入了一个外星世界。有人说这里是地球上最接近梦境的地方，曲直交错的线条如同一件艺术品。这个纯自然景观绝对是你人生中不容错过的一次体验。龙岭迷窟也在此取景拍摄，这个黄土覆盖下的陕北奇迹是如此美轮美奂，拍一组照片绝对能刷爆你的朋友圈。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峡谷内湿滑，温度较低，记得带好外套，穿运动鞋前往。路面湿滑不平，通行过程远比想象中困难，最窄处仅有几十公分，仅供一人侧身而行。出发前一定要提前查看天气，并询问景区是否开放，以免白白折腾而错过美丽的景色。所以，朋友们，当您来到陕西，一定不要错过甘泉大峡谷。这不仅是一个地质奇观，更是一个充满自然美景和梦幻色彩的地方。欢迎您来体验这份大自然的奇迹，感受世界火丹峡、中国梦之谷的独特魅力。西安市华清池景区5A 景区加长恨歌。西安市华清池景区，这里不仅是一个温泉胜地，更是一个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宝地。华清池又名华清宫，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背靠骊山，面临渭水，景色壮丽，建筑宏伟。华清池始建于唐代，最初名为汤泉宫，后来改名为温泉宫。在唐玄宗的精心经营下，华清池成为唐代皇帝们游幸的别宫，也是杨贵妃与唐玄宗爱情故事的发生地。华清池景区占地广阔，楼台馆殿遍布骊山上下，是历代皇帝的避暑行宫。唐玄宗几乎每年10月都会来此游幸，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安史之乱后，华清池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到了现代，经过人民政府的大规模修缮和扩建，如今的华清池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来到华清池，您不仅可以享受这里的温泉，还能欣赏到恢宏的古代建筑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这里的温泉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具有治疗功效，是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而夜幕降临后，一场精彩绝伦的《长恨歌》实景演出，将带您穿越回大唐盛世，感受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浪漫爱情故事。《长恨歌》实景演出以骊山为背景，结合高科技灯光效果，300多名专业演员在露天舞台上为您呈现唐代的盛世繁华。这个演出不仅是西安旅游的一张名片，也是每位来到西安的游客必看的视觉盛宴。演出通过实幕场景，以白居易的诗作《长恨歌》为基础，展现了杨贵妃从初入宫廷到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以及大唐盛世的繁华景象。演出的亮点不仅在于华丽的舞台效果和动人的剧情，还有演员们精美的服装。这些服装大多采用丝绸面料，设计精美，再现了大唐时期的服饰之美。当夜晚的骊山上空升起明月，舞台上的灯光与自然景色交相辉映，那种震撼的视觉效果让人忍不住狂按快门，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陕西省旅游局每年都投入重金提升《长恨歌》的舞台和服装设计，确保演出质量一流。这也让《长恨歌》不仅在国内名声大噪，甚至吸引了大量国际游客，尤其是崇拜大唐文化的日本和韩国游客。他们不但来看演出，临走时还会带上一张录制的光盘，回味无穷。所以，朋友们，来到西安，华清池是您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白天在这里享受温泉的惬意，夜晚欣赏《长恨歌》的震撼表演，这将是您在西安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无论是感受历史的厚重，还是体验现代演出的精彩，华清池都能满足您的期待。欢迎来到华清池，感受这片古老土地上的魅力与风情。8. 西安钟鼓楼。西安钟鼓楼，这里是西安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您在古城西安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钟鼓楼是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两座建筑不仅是中国现存的同类建筑中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还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钟楼和鼓楼作为古代的报时建筑，曾经用来击鼓报警和报告时辰。钟楼是一座重檐3滴水式4角攒尖顶的阁楼式建筑，鼓楼则是古代城市中设置大鼓的地方，用以击鼓报时或报警。走进钟鼓楼，您会被其合理的建筑结构、华丽的建筑色彩和典雅的装饰所吸引，这些都展示了明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西安钟楼建于明洪武17年，公元1384年，最初位于现今的西大街北广济街东侧。明万历10年，公元1582年，移至现制。钟楼是一座重檐3滴水4角攒尖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1377.64平方米，建在用青砖和白灰砌成的方形基座上。基座下有高和宽均为6米的十字形圈洞，与东南西北4条大街相通。登上钟楼，可以通过砖台阶进入一层大厅，大厅四面有门，周围为平台，顶部有方格彩画藻井。继续攀登，您会发现2层大厅四面有木格扇门和直通外面回廊的通道，建筑内部结构精巧，透着古朴与雅致。钟楼的每一层门扉都有64幅木雕故事，如木兰从军、嫦娥奔月、西厢听琴等，雕工精细，构图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楼顶端还有一个6米高的圆形鎏金宝顶，更显庄严，展示了明代建筑艺术的辉煌。鼓楼建于明洪武13年，公元1380年，比钟楼的建造时间稍早。鼓楼建在高大的长方形台基上，台基下有南北向的高和宽均为6米的券洞门。鼓楼的建筑形式为歇山式重檐3滴水，楼基面积1924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鼓楼。鼓楼的外檐和平座都装饰有青绿彩绘斗拱，使整个建筑层次分明，雄伟壮观。登上鼓楼，
可以通过青砖阶梯到达第1层，再通过木楼梯到达第2层。鼓楼南檐下悬挂着文武圣的蓝底金字匾额，是陕西巡抚张凯重修此楼后仿乾隆皇帝的御笔。北檐正中悬挂有生文于天匾额，比例挺拔，相传为承宁李允宽所书。这些匾额不仅说明了建筑物的意义，还使鼓楼更显宏伟。1996年11月20日，西安钟楼和鼓楼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2座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见证了西安的变迁与发展。朋友们，当您来到西安，一定要亲自到钟鼓楼看看，登上钟楼和鼓楼，俯瞰整个古城，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无论是白天的繁华，还是夜晚的灯火，这里都能带给您不同的惊喜与感动。欢迎来到西安钟鼓楼，体验这座古老城市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9陕西历史博物馆。欢迎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这里是中国第1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也是首批 AAA 级旅游景点，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91号，紧邻大雁塔，是您了解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绝佳去处。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丰富，拥有170余万件文物，其中包括762件一级文物和18件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中有2件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品。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和质量在中国博物馆中名列前茅，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博物馆的建筑外观充满了盛唐风采，曾荣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长安自古帝王都，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陕西历史博物馆因此展示了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55年改称陕西省博物馆。198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开始在现址筹建新馆。1986年夏天破土动工，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开放，并定名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区占地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56万平方米，其中文物库区面积8000平方米，展厅面积1.1万平方米。馆藏文物涵盖了从远古人类使用的简单石器到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文物种类繁多，品位高，价值广。2008年，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09年，被确定为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2016年，被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2017年12月，入选教育部第1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2023年12月29日，博物馆的秦汉馆试开放，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历史文化体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充分体现了设计大师张锦秋的理念，强调在技术上达到国际水平，在建筑艺术上成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博物馆的布局借鉴了中国宫殿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4余重楼的特点。整座建筑主次分明，古朴凝重，营造出古代地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再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的风范。博物馆位于西安市小寨东路与翠华路交叉口，交通便利，距离市中心较近，周边还有大雁塔等著名景点，是城市旅游线路上的重要驿站。虽然用地较为紧凑，但博物馆的设计充分利用了现有空间，创造了一个集中紧凑的布局。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您将穿越时空，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从周、秦、汉、隋、
唐的文物珍品到宋、元、明、清的艺术瑰宝，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和文化的传承。亲爱的朋友们，当您来到西安，一定要来陕西历史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这里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物，还有精美的建筑和精彩的展览，带给您全方位的文化体验。欢迎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探索古都的无尽魅力。是西安博物院小雁塔。西安博物院这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和城市园林于一体的独特博物馆，是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大文化瑰宝。西安博物院位于西安市南门外友谊西路，于2007年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这里不仅展示了珍贵的文物，还有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和秀丽的园林景观，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西安博物院占地245亩，总投资达2.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2000万元，西安市政府投资近2亿元。博物院由文物展馆区、小雁塔和建福寺为核心的历史名胜区，以及园林游览区3部分组成。在这里，您不仅可以欣赏到丰富的文物藏品，还能感受到古代建筑的恢宏与园林景观的秀丽。博物院内收藏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金银器、陶器、青铜器、书画、印章、瓷器、玉器和佛教造像等多种类型。这些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出土于周秦汉唐等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朝代，形成了文物等级高、代表性强、影响面广的特点。截至2019年末，西安博物院的藏品达到了111928件每套，其中珍贵文物11029件每套。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人们对古代中国的繁荣与辉煌有了更深的了解。西安博物院的标志设计独具匠心，以博物院的中心建筑小雁塔为设计元素。小雁塔是西安博物院收藏的最大文物，同时也体现了西安古都的风貌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标志的设计选取了小雁塔的侧面仰视角度，给人一种雄浑大气的感觉，更彰显了西安悠远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让人仿佛又体验到了昔日的盛世雄风。西安博物院的标志采用点线面结合的现代图形表现手法，使古塔焕发出新的气象，更具时代特色。这也寓意着西安博物院与时俱进，肩负着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使命。标志的颜色采用灰色与橙黄的结合，象征着光阴的交替、历史的变迁和文明的延续相传。走进西安博物院，您会被这里的建筑之美和文物之精所折服。小雁塔作为博物院的中心建筑，不仅是建筑艺术的杰作，也是历史的见证。登上小雁塔，您可以俯瞰整个博物院的美丽景色，感受古代建筑与现代园林的完美融合。博物院内的文物展馆区展示了丰富的历史文物，让您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古代的文化与艺术。无论是精美的青铜器，还是珍贵的书画作品，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着一段历史故事。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建福寺和园林游览区则为您提供了一个静谧的休闲空间。在这里，您可以漫步在古老的寺院和美丽的园林中，享受宁静的时光，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古建筑的和谐。朋友们，当您来到西安，不妨花些时间来西安博物院走一走。这里不仅是一个展示历史与文化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心灵宁静的美丽园地。欢迎来到西安博物院，探索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感受古都西安的独特魅力。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西安不仅有世界闻名的兵马俑，更有许多其他精彩的景点等待您的发现。从雄伟的西安城墙到充满活力的永兴坊，从盛唐风情的大唐不夜城到震撼人心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每一个景点都展示了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漫步在历史悠久的钟鼓楼，还是探访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您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与现代繁荣。感谢您选择西安作为您的旅行目的地，愿这里的美景、美食和文化带给您难忘的回忆。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